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硕。今天是2月8号，农历的正月11。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新疆伊犁河谷的巩留县，这个地方叫湿地公园。在这个地方整整休息了3天，睡了3天的大懒觉。本来今天准备是计划出发前往库尔德宁的，结果出发未遂啊！早上那会儿又是晒帐篷、晒睡袋，又是收帐篷、收睡袋，然后最后又是逮悟空，又逮了1个多小时。都耽误到1点多了，然后后来在县里面又遇到一只流浪猫，然后我就纠结，我说，要不要把那个流浪猫给带上？然后就吃了个饭，等吃完饭再去找那个流浪猫，找不到了，找了老半天，最后一直都耽误到3点多了。我一看时间，算了，没法出发了，只能又返回这个地儿，接着露营，等明天再出发吧。刚才去买了几个泥鳅，买了6条泥鳅。12块钱，成明，赶紧吃个饭，在这玩半天。你说被你玩死了？哦，还没死，让你吃的不是让你玩的，臭小子！给它放到盘子里，它就非得拖出来，在地上沾点泥巴，沾点树叶，就好吃了。悟空，赶紧吃个饭，你成何体统？暮色西沉，太阳落山了。出咪！新的一天，起床了，看一下外面，太阳刚冒出来一会儿。早上10点钟的时候，太阳才从东边的那个小山坡上冒出来。现在是11点出头，稍微温度提高了一丢丢，晚上的温度有个零下14、15度。这还是有点冷啊。这个温度应该有个零下10度左右，还得加个羽绒服。这个羽绒服是黑滨的羽绒服，是黑滨的官方送我的，是在察布查尔县的时候，这个衣服都已经送到了，穿了一段时间，还是相当暖和，很蓬松的。黑滨还给我送了一个羽绒裤，还有一个羽绒脚套。羽绒裤我塞在包里了，不好拿。这个羽绒脚套我这2天用了一下，真舒服呀。前段时间最冷的时候，我经常是买了那种比较宽松的袜子，晚上睡觉的时候穿在脚上。但是袜子的话，不管你怎么个宽松法，它穿脚上总是还是有舒服感。这个羽绒脚套真的是又暖和又没有束缚感。像我这种身体比较差的人，像天冷的时候最最难受的就是手和脚比较容易冷。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把手和脚做好保暖呀，真的是太舒服了。还有这一件，前2天穿这一件衣服，这是迪卡侬官方送我的一件滑雪服。之前在伯乐市的时候，迪卡侬不是送了我一件那个冲锋衣嘛？那个冲锋衣有点薄，后来又给我送了一件这个滑雪服。这个滑雪服也是挺暖和的。滑雪服相对于羽绒服来的话，就是更结实。这玩意儿是防水、防风，又防撕裂。如果穿着这个滑雪服的话，平时小猫在我身上随便爬来爬去，我都不用操心的，都可以当猫抓板了。但羽绒服的话，穿着就更轻松，活动自如。这2个保暖效果差不多，基本上零下20度以内。像我这羽绒服的话，零下20度以内，我穿个羽绒服，里面再穿一个迪卡侬送的这个速干衣，零下20度以内穿着就很舒服。你看我用的睡袋是黑滨的，之前穿的那个羽绒内胆也是黑滨的，还包括现在这个羽绒服。黑滨的羽绒制品确实质量相当可以，主要是性价比相当高。你同样的充绒量放到其他牌子，尤其一些国外牌子啥的，哎呦我的天哪，那都1、2千的价格，太贵了。昨天下午给臭喵买的泥鳅，买了6条泥鳅，昨天下午吃了1条，还剩5条，现在冻得梆梆硬了。一会儿拿热水给它化一化。
就是它的早餐了。太阳的威力逐渐强起来了。我的垫子，下去水得拿到这个椅子上来晾。臭喵的早饭时刻。刚才遇到一位本地的粉丝，一个男粉丝，给臭喵送了一大块鱼啊，冻的鱼肉，好像是海鱼呢。给臭喵先把这个泥鳅给吃了，吃完河鲜，再吃海鲜。哦呦，我的天呐，这泥鳅冻的也太硬了吧！刚好我之前吃完的外卖盒子拿来泡泥鳅正合适。这外卖盒子我本来都扔了，扔到垃圾桶里面了。刚才我又给翻出来了，加点水暖一暖。好多人问我一直用的拍摄装备是啥，之前也有介绍过，最近这段时间又更新了一下。这个是新买的大疆 Action 5的运动相机。像平时我拍照的话、录像的话，最多的就用的这个大疆的运动相机。然后其次用的最多的就是手机，这会儿正在录像的是苹果的16 Pro Max， 之前用的是大疆的 Action 3，然后 Action 3因为我用了1年多，走过很多比较颠簸、比较崎岖的路段，摔过好多次，导致它那个收音设备有一些不太稳定，经常录的像它收音收不到，所以就新买了一个 Action 5 Pro， 然后我另外一个360的全景相机，那个用的比较少，那个主要是关键时刻，像有时候那个需要取景的对象比较多，或者是下坡的时候不好操作的时候，用全景相机固定在自拍杆上来拍摄。然后除了运动相机之外，第二常用的就是手机了。之前用的是华为的 Pura 70 Pro 加一体版本的，我才用了几个月呀？6、7、8、9、10、11、12，7个月时间1T 的内存就已经用完了。还有就想换个新的手机，本来想换那个华为的 Mate 70系列的，结果 Mate 70出来以后给我吓了一跳，它那个设计实在是太丑了。而且之前用的 Pura 70的话有点卡，有时候经常我拿手机剪映剪视频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卡顿，尤其是有的时候我的加载的素材过多的时候，有时候素材会超过100个。加载素材它就卡顿，甚至会出现闪退的情况，所以我就想着换一个比较适合拍视频和剪视频的手机。然后手机行业目前 No.1 也就是苹果了嘛，所以就选了个苹果的16 Pro Max 1T 的，这1T 的不知道啥时候能存满。然后这段时间用了有1个月了，说一下我的感受吧。首先说这个苹果手机的优点，第一个优点就是它的系统非常的流畅，在使用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卡顿。然后第二个优点，就它那个前置摄像头，它的前置摄像头清晰到什么程度？我感觉可以当镜子来使用了。平时我拿个前置摄像头，我来，比如眼睛里面有个什么异物啊，掉个睫毛啥的，睫毛掉的眼睛那种情况，或者看脸上哪一个痘痘抠一抠啊，非常清晰。之前的华为手机前置摄像头就比较模糊，没法这样照镜子来用。然后第三个优点就是它这个电池比较耐用。之前用的 P70的话，华为 P70基本上一天下来，你到下午的时候，电量就告急了，就还没天黑，电量就告急了。那苹果的手机的话，基本上电量用一天的话是绰绰有余，基本上用到下午晚上天黑的时候，它还能有40%左右的电，相当可以。然后接下来我得吐槽一下它几个实在让我受不了的一些缺点，真的有点受不了。前几天我不是在去那个宫悦城的路上，当时拍一只停在电线杆上的鹰嘛，当时我吐槽苹果这个长焦相机非常的模糊，其实当时有点冤枉它了，但是冤枉的也不完全冤枉。苹果手机这第一个让我受不了的点就是它这个返回键是位于屏幕的左侧，要么就是左上方，要么就是左侧。比如说这么大屏的一个手机，我单手操作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是右撇子，右手去点屏幕左上方或者左边那个返回键，非常的难，尤其是冬天人手又冻，
左手操作的话，左手又不太灵活，所以基本上单手操作就不太可能了，就只能双手操作。关键它这还没法设置成那种，华为的手机那种左右都可以返回那种操作，就很难受，特别难受。因为你看你在手机操作使用过程中，你这个打开新的页面、返回以及返回主菜单，这是3个最常用的操作。结果你这个返回键你就非得固定在左侧，就特别难受，特别难受。然后第二个就是让我比较期待的它这个相机，因为之前用的华为的相机，就是它老是那个华为 P70，它那个长焦镜头老是出现失焦的情况，我得抖半天才能把那个焦给对上。然后又在网上看好多人说这个苹果的这个长焦，然后几个镜头之间可以非常丝滑的切换，而且长焦也很稳定。结果买来之后让我相当失望，给你们看一下。现在是用大疆的运动相机是在拍，你看这就是这个苹果手机的这个拍摄页面。它在这个录像的预览界面，它这个从广角镜头到主摄再到长焦镜头，它是可以丝滑的切换的。但是当你开始录像以后，比如说现在是主摄镜头，我开始拍摄以后，我再去切换镜头，看广角镜头是切换不了的。然后这个15倍，这个15倍实际上是同一颗镜头，也是它的主摄，并没有切换到长焦的那个15倍，所以它拍出来就很模糊。它这个相当于是，主摄镜头同一颗镜头的数码变焦，就相当于已经拍好的画面进行局部放大那种，所以就很模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说那天冤枉它，但是冤枉的并不过分。没法切换镜头，在录像过程中要切换的话，我得停止录像，然后再去点另外一个镜头，比如说现在点的5倍就是长焦镜头，然后再开始录像，然后现在的15倍才是长焦镜头的15倍，才比较清晰。所以它这个就非常的让人头疼。有时候你说想拍远处一个景物，由远及近或者由近及远的一个景象的时候，它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至少目前我没有找到它这个玩意儿怎么设置。悟空的泥鳅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来出面。哎呦，这泥鳅身上这个粘液，这个鼻涕一样，可以拉丝拉好长。你就不能放盘子里吃吗？非得叼到地上。然后继续吐槽这个苹果手机。第3个让我受不了的点就是它那个相册，它苹果自带的相册，它相册里面拍摄的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它拍摄时间的显示和实际的拍摄时间它不一样，这个我之前还没发现，是前2天悟空生病的时候我才发现的。因为悟空生病的时候，我想着把悟空就他有时候他要呕吐啊或者拉稀啥的，我拍个照或者拍个视频，记录一下时间，方便后面治疗的时候进行整个回顾他的病情。医生问的时候，我好给医生进行一个资料的参考嘛。结果我后来一看，我一翻相册，我发现，我明明记得当时有一次他呕吐的时候是晚上的凌晨12点以后了，结果一看相册的时间，怎么是晚上的23点钟？然后后来我对着我那个已经剪好的那个视频上面的时间，然后对比了一下相册里面的时间，原来这个相册差了2个小时，所有的视频啊照片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现在比如说这会儿是12点，我拍个照片，然后去相册里面查看这个照片的拍摄时间是10点钟，这和系统时间不一致，我都不知道这玩意是怎么搞的，也不知道怎么设置。它这相册还有个毛病就是，相册里面拍的视频的素材的那个时长，它和华为手机也有点不一致。华为手机比如说你拍的视频是21秒多，那它在那个显示的时间它就是21秒多，以及用剪映去剪辑的时候，加载素材的时候选的时候，它也是显示21秒多。但是苹果手机它这个素材显示时间不一样，它有个4摄5入法，比如说21秒49的时候显示的是21秒，21秒50，好，它5入了，它就显示为22秒。这样的话，你在剪辑之前加载素材的时候，你还得分辨一下，
哎，这个视频相册里面的21秒，到底是这个的21秒还是这个的22秒？这1、2个素材不要紧，但是当你有100个素材，你想一下，每个素材你都得确认一下，哎，这个素材到底是不是这个素材，别加载错了，增添了相当大的工作量，脑瓜疼。然后它这个相册还没有华为相册方便的一点就是，它这个相册没有自带的剪辑软件。华为的相册它自带有剪辑软件，你可以很方便的进行一个裁剪呀、剪辑呀、初步的预剪辑。因为经常像我骑车的时候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比如说我停车下来休息个1-2分钟，我利用这个时间我就可以把我拍好的一些素材进行一个初步的预剪辑，掐头去尾，只留下中间需要的那一段。但是苹果手机它不带这个剪辑功能，你说我总不可能单独再去下载另外一个剪辑软件，再去加载素材，那我还不如最后直接放到剪映里面，我统一一起剪的，是不是？然后华为的自带那个剪辑软件，比如说我想单帧导出视频素材里面的一个照片，原尺寸的，就很方便，非常方便，3-5秒就可以导出来。但是苹果它没有这个功能，导不出来。然后第4点，就是它这个按键啊，我真的是很脑瓜疼。这边是一个拍照的这个键，这个叫什么蓝宝石玻璃的还是什么玩意儿？这个键，然后这边是个关机键，然后这边的话是3个键，就它中间预留的这个空档就只有这么宽一点。我那个手机夹刚好就只能夹在这个位置，往左移一点会夹到下面这个音量键，往右移一点会夹到这个拍照的这个键，就非常的容易误触，基本上没有容错空间。而且平时你像我单手拿着是吧？我单手拿着我要这样，右手拿着还好，右手拿着我可以手指放到这儿，但是当我左手拿的时候，这个小拇指卡的位置刚好是卡在这个拍照键这儿，就100%的误触。你像我左手想拿手机拍个视频，就没法操作。哎呀，它这个键的布局实在是太不合理了。这16系列的，你看这臭小子啊，给它放到盘子里它不吃，它就非得拖出来，接地气儿，嘎嘎香，嘎嘣脆。然后还有就是苹果手机这个贴了钢化膜以后断触非常严重，但是不贴的话又怕屏幕被摔烂去了，也是很难受的一个事儿。你说其他手机贴钢化膜都没事，苹果手机贴钢化膜它就断触，尤其冬天有时候你手又冷，想操作一个啥点3下没反应，我的天，那个时候都想把手机给扔了。然后再还有就是它还有一个小毛病，比如说我拿那个 B 站，我发视频的时候，不是有个定时发布的功能吗？华为手机我定时发布，我可以几时几分任意分都可以选，但是苹果手机这发的时候，它就只能选00、05、1015，只能选0和5，然后1、2、3、4选不了，就让人感觉哎呀难以理解。一个是它这个左滑的这个返回键，还有它这个相册的这个时间问题，还有它这个发布时间这个时间限制，哎呀，感觉它这个设计很奇怪呀，这明明就是一个很好解决的一些 bug， 为什么它就不解决呢？感觉这个设计师他就是有点那种，他这个设计思路感觉有点太固执了，太僵化了。明明可以，根据用户的体验来进行一些升级、提升，但他就是不改，他就说你爱用不用，哎呀，真是理解不了。不过这个手机的话，也没法和我之前用的这个 Pura 70 Pro 加来对比，因为毕竟不是一个价格的，也不是一个级别的。但是咱也没有条件和这个成本再去买一个华为最新款的顶配的来和这个对比一下了。不知道哪天能遇到哪位朋友有没有用70RS 的，借我试一试，让我对比一下，看这2款手机到底哪个 OK 一些。不过据目前的这个发展形势估计的话，等明后年再往后，华为这个手机差不多就可以赶超上来了。今年的70，我看网上的风评基本上已经快赶上了，
就整体的一个水平啊。另外再补充2点这个苹果手机的优点，就它这个相机真的，你看现在用的是苹果手机的前置摄像头，它这不管是前置还是后置，它拍摄的时候有一种自带滤镜的感觉，但这种滤镜又不是特别的过，比较自然的一种滤镜。臭苗这个旋翻速度挺快呀，这2条泥鳅，这第2条马上就吃剩个尾巴了。再还有一点呢，就是苹果手机的这个做工，确实是没得说，相当的有质感。睡袋晒得差不多了，可以收拾行李准备出发了。行李收拾到一半，遇见了2位本地的悟空粉丝，他带来了一只超大版的悟空，呼噜！哎，两猫初见，打招呼。哎呦，哎呦，不怕我啊？可以呀、这个猫咪12斤重哦，叫团团，是不是叫小团团呀？哎呦，伏地魔！悟空，快上去，打招呼！你的小伙伴跑了。